日本，这个世界杯期间净顾着看球了，断更了好几期，这不又回来跟您聊天了吗？最近啊，国内的疫情管控好像全面放开了，国内好多朋友跟我说他们那儿也开始躺平防疫了，但是呢，阳性的感染一下子就多了。其实包括我自己的家人、朋友，好多都阳了。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啊，您可能也有实际的感受，网上这方面的内容也挺多。所以有人就问我说你待那个日本，躺平防疫也是这样吗？怎么说呢？疫情这几年我就一直待在日本，也没回过国，所以国内的情况不了解。但是眼看着日本政府的各种防疫措施一步步走过来，正好也借着这个机会吧，跟您梳理一下日本走向躺平的整个过程。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在国内的话，全当是个参考，也许可以帮您分析理解一下眼下的处境。其实疫情发展到今天啊，差不多正好3年，每一年情况都在变化。比如说第一年2020年，突然在日本出现新冠病毒开始流行，我医院里边一片混乱呀，一下子重症进来，不知道该怎么治。想预防吧，还没口罩了，因为1月份那会儿中国先爆发的嘛，在日本的这些华人、对华的公司、组织，包括政府，都往中国寄口罩、寄消毒液。结果到了2月份，把日本给买空了。甚至当时啊，日本自卫队把战备库存的口罩都拿出来一部分送往中国了。结果就是日本国内一下就紧张了，而且那会儿日本的口罩或者口罩的原料的那个熔喷布，大部分都是在中国生产的，中国的东西过不来啊。所以就是日本国内的防疫物品库存消耗了一大部分，新的又补充不进来。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医院的口罩都实行配给制，每天每个医生护士就这几个，想多用得申请，而且还不够，给我们医院提供这些医疗耗材的几个公司都没货。医院都这样，就别说日本老百姓了，一个无纺布的那种一次性口罩戴好几天没得换，常有的事儿。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，日本政府面对这个高传染性的未知病毒，既不知道应对的办法，也缺少防疫物资，怎么办？大概他们干了这么几个事儿啊。第一是公开所有信息，每一天的感染情况，目前这个防疫物资的短缺，医院里那些救治的真实画面，全都通过媒体公开。我今天都记得看过一个新闻，一个日本老太太感染新冠，弥留之际啊，女儿在外边进不去 ICU 啊，医生就用这个 iPad 连线，让娘俩最后见了一面。那女儿就跟她妈说您辛苦了，谢谢您。老太太也在那儿弱弱的回了一句谢谢你，然后就去世了。类似于这样的信息公开啊，可能越多，国民才能越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处境，才能做出最接近合理的判断。同时政府做的第2件事就是科普防疫知识。其实现在你也可以印证一下啊，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个病毒。比如说什么条件下可以把病毒杀灭，比如说病毒感染人体的过程是什么，如何才能正确挑选合适的口罩，怎么样正确的去戴这个口罩，洗手怎么洗才有效果等等。这些防疫相关的基础知识必须要让尽量多的人能掌握。从那会儿开始到今天也是，每一个日本的电视台或者媒体，要是没有个医生或者医学博士在那儿坐镇，都不好意思出来报新闻，因为跟新冠相关的事儿太多了，都得听听专家的意见。各个专家之间的意见可能不一致，没关系，国民也不是傻子，听得明白什么叫主流意见，结合自己的处境，一般也可以做出一个相对理性的判断。接着日本政府干的第3件事就是国家实行紧急状态，尽量减少人员的流动，电影院人员聚集，这买卖您先别开了。酒馆餐厅到晚上以后也不要再接收客人了。各个公司尽量的远程办公，咱们减少职场的感染风险。但是政府啊，它没有法律支持去强行的封控大家不出门啊，怎么办？通过媒体号召，给补偿金，给这些钉子户做思想工作等等，什么办法都用了，最终算是
基本实现了。再有第4件事呢，就是确保疫苗和特效药，本国开发需要时间，那就先从国外进口。2020年底的时候，辉瑞、莫德纳、阿斯利康、强生等等好多国外的疫苗都出来了嘛。可是全世界都需要疫苗，日本抢不到啊，不好抢。当时的首相已经换成这个菅义伟了，为了能够见到这个疫苗公司的老板，首相亲自出马求接见。那你这个公司就不能派个小部门经理过来对应了，这边是日本首相啊，反正就类似于这样吧，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，好不容易算是把这个疫苗有着落了。先是弄了一批阿斯利康的，后来一评估觉得防护效果差一些，正好辉瑞也谈得差不多了，后来就把这些先买到的阿斯利康捐给了其他缺疫苗的国家和地区，就当是做善事了，给自己国民挑的是评估防护效果最好的辉瑞和莫德纳。所谓的疫苗有没有效果啊？打完之后查一下产生了多少中和抗体就知道了。我们医院前一阵来了一个从印度回来的日本人，他在当地刚打完了别的国家的疫苗，正好回日本查一下这个中和抗体的数量，一查每毫升60个单位，太少了。后来就又在日本打了2针辉瑞，再一查每毫升1800单位。因为这个数值啊一定会随着时间慢慢的降低，所以2种疫苗的防护效率，这一看这数就大概能知道谁比较好了。接着说第5点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得保证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转不能崩溃，给国民发钱发口罩，给居家的人发生活物资，给企业发补助金、房租补贴，反正各种大撒币，就是要让公司尽量不要倒闭，不要裁员，让员工尽量能维持收入，让国家的经济不要停下来。那么实现上面说这几点都得花钱啊。日本国会在2020年的4月和6月，后来在21年的1月，一共3次批准了总额77兆日元，差不多4万亿人民币的一个新冠预备费。什么概念啊？当年311大地震10年的复兴预算案才32兆，新冠这1年啊77兆。这些钱的用途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还有好多啊，比如说关键时刻这口罩这些重要物资不是集中在中国运不过来吗？那以后这个鸡蛋就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了。如果这些厂商想把工厂搬回日本，或者说搬到什么越南这些其他的国家，政府给你出搬家费。反正看效果就是到今天为止，日本市场上再也没有出现过说买不到口罩这种情况，等等吧。这笔钱的用途很多啊，后边咱们还会提到。就这样，疫情第1年的日本涨涨跌跌，一共出现了3波疫情。政府就像一个消防员一样，出现一个问题，拿个灭火器过去控制一下火势，头疼一头，脚疼一脚，非常被动的算是走过了2020年。虽然说针对病毒的像疫苗这种实质性的解决手段都还没有到位，但是总归是有眉目了，而且国家经济没有崩，国民的心态相对平稳，对应这个病毒的一个基本流程也算是梳理完毕了，然后就迎来了2021年2月份的时候，疫苗终于到货了，但是以阿尔法病毒为首的第4波疫情也开始了。一开始来的疫苗数量不多，所以就全都打给这些一线的医疗工作人员，等2个月以后他们打的差不多了，再给65岁以上的老人打，然后才是一般的大众。进度非常的慢，打的人也多，1个多亿人口的国家速度上不去啊，全都抢着打。我记得8月份那会儿，东京自卫队有一个大型的接种会场，每一天3万个接种名额在网上预约，直接被秒光，就是这么紧俏。关于这个事儿，我们以前视频说过啊，就不多吐槽了。后来政府一看得提速啊，那就得动员更多的这些民间的医疗机构加入进来。于是简单粗暴，把原来打1针支付给医疗机构的费用直接翻倍，后来甚至提到了3倍啊。像我们医院啊，理事长原来对打疫苗这种事儿根本就没兴趣，
后来也许是出于贡献社会的心情，也许是因为钱给到位了，每周三专门把整个医院都用来打疫苗。这个规定在我们医院坚持了差不多1年呢。所以日本疫苗的这个2剂接种率啊，在6月份的时候还只有10%，到10月份就达到了实现群体免疫的70%。针对病毒的第一道防护算是基本建起来了。尽管这个病毒随着不断的变异，防感染的效果会下降，但是防重症的效果一直都是有的。这也算是日本后来敢躺平防疫的基础吧，因为它有这个有效的疫苗了嘛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在接种疫苗的过程中，德尔塔病毒为首的第5波疫情又来了，又赶上东京奥运会来了好多的外国人，日本这个感染呀一下子飙升啊，每天新感染的人数都在不停的刷新记录。还好日本的医疗体制它有一定的容错能力，没有发生这个全面的医疗挤兑，除了新冠以外的其他的治疗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影响。但是感染新冠的就倒霉了，对于重症患者没有那么多的病床啊。当时发生过的真事儿，急救车接到了患者8个小时找不到接收的医院，最后啊都出了东京，送到差不多100公里以外的其他的县才算是解决，又是乱得一地鸡毛啊。不过借着这个机会，政府明确界定了轻症和重症的界限，每一个阶段应该如何对应，在家疗养还是去医院救治，有了一个清晰的路线图。而且重症病床不是不够吗？政府手里有预算嘛，直接和医院签约，每一个地区留有足够多的病床数量，政府出钱养着。每一天每一张床给医院的补贴啊，从7到43万日元不等，叫做空床补偿费。而且每天公布的感染数字里还增加了一个指标，病床使用率。所以经过了2021年这一年，日本除了疫苗的普及率上去了，医疗机构的硬件投资也基本完成了。面对疫情的2道防线基本成型，然后就是今年了，2022年开始构筑第3道防线，特效药。其实前2年也陆续出了一些新冠的治疗药，像什么瑞德西韦之类的，都是治疗别的病的，凑巧对新冠也有治疗效果。那么专门针对新冠的特效药，国内外的这个药企啊都在研究开发，所以需要时间嘛。到了这疫情的第3年才开始渐渐面世。目前日本针对新冠的治疗，在抗炎症、抗病毒、中和抗体这3个方向已经通过认证的，我要没记错的有10种药，口服的、注射的，面对重症、中等症状、轻症的都有。尤其是最近通过的这个面对轻症的口服药，中文名称好像叫恩斯他韦福马酸片。我那天看资料给我逗乐了。临床实验表明，服用效果可以把感染后的这些什么咳嗽、发烧、喉咙疼这些症状平均缩短1天。就这药效，政府第一笔一次性采购了100万剂。当时听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玩意儿有那么好吗？你一次买那么多。后来一想啊，还是有道理啊。首先这个药在临床的结论上是有预防重症的可能性的，这一点如果能实现的话，那就有投资的价值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国家要是不先买单的话，这个企业就不能回笼资金，也就没有体力再去开发下一代更好的产品了。说的可能有点乱啊，总之就是日本政府在构筑了疫苗、特效药、医疗资源这3道防线的基础上，才有的今年这个正式躺平。每天不管新增多少确诊，只要重症率和病床使用率这些指标不超过预警线，也就不会再搞紧急状态，也就不再限制什么电影院，外国人来日本随便进。真的是已经非常接近疫情前的生活了。虽然受疫情的冲击，很多东西还要慢慢恢复，但是没关系，那笔77兆日元的预算还没花完，还在做着各种相应的补贴或者投资。比如说吧，旅游受这个疫情的影响冲击非常的大，那为了让它尽快的恢复，现在日本政府出钱做旅游补贴，
只要打过了3针疫苗，或者能拿得出阴性证明，在日本旅游每一天差不多能有一个2-3万日元的政府的津贴，那就基本花不了什么钱就可以到处去玩了。当然啊，这中间也出现了很多问题，什么吃空抢、滥用这些现象都有，这个有机会再聊吧。总之吧，日本这3年踩了不少坑，但总算是把这个国家基本拉回到了疫情前的轨道。虽然那77兆日元还需要全体国民在今后的日子里给赚回来，但是只要经济大盘还在，人还在，信心还在，这应该不算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吧。关于疫情啊，我已经做了好多期内容了，希望这是我做的最后一期，也希望所有在国内的朋友们都能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一关。好吧，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